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翟轩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退役少将厉正杰。翟轩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川普真的是很善变哦，才刚刚说完说，你们一个国家都别想跑，特别是中国这样子来点名哦。但是现在好像感觉上又悄悄转弯了嘛。他就说呢，考虑要暂缓25%的汽车关税。他说我可是很有弹性的人啊，就一个弹性就可以解释他为什么变来变去嘛。他说他正在研究进口汽车还有零组件关税这个豁免的可能性，让更多车厂有更多时间在美国建立生产基地哦。而且讲到了库克呢，他要淡化说最近苹果受到的重创啊，他就说我才跟库克谈过，最近还帮过他呢。这个库克还有个生意呢，他反正就是我是很有弹性的没有改变什么心意啦，就是我还跟库克都还是麻吉啊那种感受哦。那现在目前因为他又变了嘛，所以这个美股又活了，就是美股一下活一下死，一下活一下死，就看他心情哦。所以现在科技股又领涨啦，那美股的道琼升这个涨幅大概300多点，那但是呢还是就是持续在震荡，观望的气氛仍旧是非常浓厚，因为谁知道它会不会明天又变了，135是一个样，246又变成豁免了。那再来看到了白宫的经济顾问讲，就好像自己要打气，就说很棒，就是现在的感觉太棒了，不会经济衰退哦，因为美国有收到很棒的关税协议，不知道是不是来自台湾啊，因为我们先去谈了。那他就讲说已经收到超过10个国家非常棒了不起的这种关税协议提案了，而且呢，美国今年的经济100%不会步入衰退哦。那最近的就业报告非常非常好哦，所以他们现在这个就自我感觉相当的良好啊。但是呢，中国大陆啊，倒不是这种感觉了，因为美国他们自己给自己打气了，但是中国大陆就摆明了，我跟你不玩，我虽然你杠我奉陪到底哦，但是呢，以后我们就自己搞自己的啦。对于你美国呢，一直在渲染中国威胁，外交部就反问了他6个问题，我们来听一下。美方有关人士的言论充满了意识形态偏见和冷战思维，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和谬论。是谁将拉美和加勒比视为后院，大搞新门罗主义？是谁对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内政指手画脚？是谁高举关税的大棒，胁迫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是谁在全球大搞监听监控？是谁军事基地遍布西半球？是谁放任轻小武器和弹药流入拉美的和平区？对，而且现在美国的政策反复在修改啊。林健就讲说，这事实已经证明了，你这个关税战、贸易战是没有赢家，保护主义没有出路，而且美国滥施关税是损人害己的状况。而且央视的公众号玉渊谈天也在讲中方对美方的无理挑衅表示奉陪到底实施坚决反对。目前美国输华的商品实际上已经不具备参与中国市场竞争的条件了，这一切的责任都是要由美国政府来承担的呀。而且呢，中方不予理会，不是不反制更不是示弱，而是对于美方关税讹诈的洞察以及藐视。如果美方真的想要对话的话，请拿出诚意来。所以纽时就在讲其实呢，这个中美胆小鬼博弈，看起来习近平更具底气那拥有绝对权力的习近平展现出这个全国人民吃苦耐劳迎战的态度，那川普则是只能显示出他仍有就是自己的底线相较两人看起来这个习近平底气更足那再来我们看到了这个大陆的稀土的反击，其实也是让美国真的痛了因为呢这个纽时就讲，大陆停止这些商品的出口，其实对于自己的经济影响几乎微乎其微，但是对于美国好几个产业比方说像是汽车制造业、航天航空制造业，还有半导体、军事承包这4大产业简直是受到重创那这个经济学人甚至在讲，大陆其实可以伤害美国的武器
这个就是稀土才刚拿出手，但是还恐怕不止如此哦。大陆呢严格管控这些重稀土金属的，不可替代性极高，这也是人工智慧晶片甚至是核磁共振一些造影机啊、雷射啊、光纤电缆的一些关键原料。所以美国的产业就在喊痛啦，就在讲说啊，请中方收回成命哦。他们就感叹呐，就说中方的反击非常精准，真的是直插美国的军工心脏。那就连马斯克也要出来讲几句话，他就讲呢，他说大陆禁止这个稀土出口其实没有意义，这是错误的呀。你们只是说呢，拥有其他国家缺乏的提炼的这样的重工业，那这就很关键了呀。就是因为你们自己就算有，你要提炼也不是那么的容易哦。所以美国想要做6代机，恐怕也会受到影响。那专家就讲说，那也没办法，因为这是你们要自食恶果了。你们先要这样子打关税战，那中国大陆的反击势必不会这个下手太轻哦。那我们首先来请教一下赖老师，马斯克如果没有稀土，看看你的电动车还能不能跑啊？它的发动机全部都要用电池，而且要用重稀土的电池，它才有办法启动。没有这个启动器，没有这个发动机，它基本上是跑不了的啊。汽车是如此，无人机也是如此，甚至机器人也是如此。你只要看到所有东西，你要啪一下要发动的，它全部都要用到重稀土的磁铁。没有这个东西，电脑也不用跑了，什么东西都不用跑了。我就觉得，马斯克你讲话对，全世界到处都有稀土，我们台湾也有啊。只是因为它太稀了，它稀密度土太稀的，太稀没有开采价值啊，而且也无法开采啊，因为你要提炼它，不知道花多少钱。所以，我们真正严格意义上讲的稀土，通常都是说它密度比较高，浓度比较高，然后从这个地方开采起来了以后，它的提炼，所以它的关键是在提炼的设备跟提炼的技术。这个部分对不起啊，刚好中国大陆掌握有全世界最高的这个机器设备，也就是说，你没有中国的机器设备，你还做不出来。第二个就是中国大陆掌有这个专利权的智慧财产，全部在中国手中。那这些物理学或者化学的东西，欧美国家有没有可能做出来？当然有，可是要10年左右吧。那这10年间，你的车子不要卖，你的无人机不要飞，你的 AI 的机器人不要走，那看你还行不行？你的战机飞不起来，你的雷达没办法用，你的这个雷射没办法用，甚至你的手机都没办法。坦白讲，如果大陆真的把所有的稀土都管制的话，那你欧美的国家都不要活了。这是目前来讲，就是民生工业这个部分还开放给你，只管制到军事跟国家安全两用的这些。我个人是认为，马斯克不要讲这种没有尝试的话，你自己更清楚知道，你没有稀土，你的特斯拉也是没有价值的，也没有用，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不要说想要再讨这个川普的欢心，就去讲那些跟事实不合的话。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这个川普他把汽车税又悄悄的准备要解了，最主要是欧洲，因为汽车税解不解跟中国大陆的关系没有那么重，但是对于日本、韩国、加拿大、墨西哥，特别是对欧洲影响就很大了。而欧盟他已经说，也就是汽车关税不解开，它的报复行动是一定要走的。那目前欧盟的代表团也准备要到美国去了，要开始进入谈判。本来是说14号了啊，那现在还不晓得他们谈出来的结果怎么样。但是对欧盟来说，如果你汽车关税没解开，也就是没有取消，欧盟是一定要反击。那欧盟一旦反击，你川普之前又说你们谁都不可以对我反击，可是当欧盟一旦反击的时候，你反不反击？可是如果欧盟没有反击，欧盟变成全世界的大笑话。因为之前冯德莱恩说你的高关税我们一定要反击。对，那现在欧盟的委员会也已经开会投票通过了，只有匈牙利一个国家反对，26个国家连西班牙跟意大利都转变态度了，都支持要反击。那这已经是一个欧盟的一个共同决议。那如果说今天你川普不赶快自己解掉这个汽车关税，欧盟一定会施予你反击的关税。欧盟一旦施予你反击关税，你川普如果没有再反击，你川普就变成大笑话，美国的大笑话，
全世界的大笑话。那纷纷有很多国家都知道说，哦，原来你是在开玩笑的，每个国家都跳起来敢跟你反击了。那原本不敢跟你反击的国家，说不定都跑出来反击。所以川普自己先把关税拿走，丢脸嘛，怂包，不要怂成这个样子。最后我再讲财政部，美国的财政部不要说谎了。你之前不是说已经75个国家在排队提方案了吗？对，现在怎么只剩下10个国家呀？啊，那是不是有很多国家那个就在观望啊？那问题就在于谁跑到抢头香的，那不是一个大猪头吗？抢头香就是把家里的口袋的钱送上去，跪在那边献家里土地、献家里金银财宝、献贡品的那个人，他不是变成大猪头吗？到底谁是那个大猪头啊？站出来讲一讲吧。好，来问一下苑老师。我明天要上课，上的是伦理学啊。伦理学就是教人啊做好坏善恶的判断的。我真的这几天我就会发觉啊，我上课的材料都不用准备了，就讲川普这个恶的反例就行了。川普本来的话呢，我们觉得他是3日一变，然后2日一变，现在快变成1日3变了。我觉得国际关系虽然是讲现实主义啊，但是里面有2个原则，必须要谨慎、谨慎再谨慎的，谦卑、谦卑再谦卑。你刚刚所讲的那一切啊，刚好就是川普的相反的结果。我就在想啊，是什么样的制度啊，会选出川普这样的心理？他有个什么毛病，你知道吗？以前我们叫做亚斯伯格症啊，后来我们觉得说他有可能自闭啊，就他完全没有办法感受到别人对他的感觉。他没有办法感受到，他就出现这种情况啊。这里面的话呢，真正讲起来的问题，他一个人搞的，而且我觉得他这个个性当中的话呢，是一定要求胜，一定要听到别人对他说好话。所以我觉得他今天讲这种话的话呢，变来变去的话呢，情况是极有可能是非常容易中人家的圈套。美国现在这个总统的话呢，任何事情你只要触动他、怒犯他。我举2个例子，大家就知道了。首先，第一个的话呢，日本原来不是也是讲好，就是那种刚刚我们赖老师讲的75国当中嘛，愿意认怂的。现在石破茂讲话也硬起来了啊？为什么呢？就感觉到说有中国做范例以后，并没有怎么吃亏啊。然后第二件事情的话呢，整个欧盟的态度的话，现在也是不一样了。加拿大是已经老早就已经说过要跟美国分道扬镳，那个 Mark Carney 他本身讲的是非常直接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你要了解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我觉得美国这个政治制度是有问题的。他就选出川普这样子一个在小学就会打老师的人，这个情况是非常特别的。好，我们来请教一下将军。我想说，我们军事上有一句话叫做，在战略上面，如果说以不一定获得之利，然后想要抵消掉一定获得之害，是战略上最大的错误。那我们看这个中美这次贸易战，川普就犯了这个很严重的错误。我先用军事很简单的道理来跟你讲。譬如说是我们要夺取一个重要的一个军事要地，那我们作战胜利的几率来讲，如果概算只有一半的战胜的机会，另外有一半也有可能会战败。但是我会付出之害，就是这次我不管是胜利或失败，我一定会付出重大的伤亡，这是可以预判而到的。那你要不要去打这场仗？我跟你讲，在我们学军事战略来讲，这种仗是绝对不要去打。为什么？就是一定会获得之害，可是你不一定能够打胜仗，这是最大的错误。现在川普就犯了这个很严重的这个错误。你想要这个，你如果说没有仔细的评估，那你又想要借着这个在关税中美贸易战上面能够打一场胜仗，可是你这场胜仗，你是不是不一定获得之利？可是你会获得之害，就是你一定会冒出你国内的通膨啦，或世界盟友对你的背弃啦，或者是你的骂名，或者是民众的反弹抗议等等，这是一定会获得之害嘛？那你有没有可能抵消？很难讲抵消哈，你就犯了战略上面极大的错误。另外我们看，如果说是如马斯克讲说这个稀土这么不值钱的话，那你试问一下，你川普干嘛要去这个积极的要在乌克兰那边要去叫人家签订一个协议，把这个稀土让给你？那你又要去格陵兰去挖人家稀土，你的目的是什么？昨天还传出一个更好笑的，说美国现在有一个新的科学方法，你中国不卖我稀土，我到太平洋去挖。这个当然理论上面在海里深1500公尺到3500公尺，也就是涌泉喷出来那个地方有可能是有稀土矿产。可是第一个就是你船要到那边下去，你要这个成本你看要多高？去刮完后把那个土带回来再提炼。第二个，你成本那么高的话，你有没有可能抵消掉？对不对？好，你的成本。第三个，你绕不过中国，因为现在难的就像赖老师所讲的嘛。这个中国提炼稀土，它不是说它会提炼有这个技术，而是它有这个专利啊。你到最后还是绕不出去嘛。那现在来讲，稀土分为轻、中、重3种哈，
它是按照原子序的比例来的，原子序比较小的叫轻稀土。那这次中国对它管制的总共有7项，叫中重稀土。我念给大家听：三嘎特迪鲁抗乙，哈，都很特殊的少见的汉字了，哈。就是因为首先大家对它就不是很了解，但是我简单的说，这些稀土可以用在军工业上面做什么呢？就譬如说是我们看到飞机的发动机 F-35发动机后面喷出来，它加力器打开的时候，你看后面喷出那个火焰，所以我们叫马赫环嘛，就速度要飞到1马赫以上，那温度那个都到1-2千度以上那你那个叶片就是要用这种稀土的合金去做嘛。第二个，我们讲飞弹好了，那个飞弹飞出去以后，飞1-2千公里，它凭什么能够打中目标？就是里面它有一个很精准的陀螺仪，它能够导引，就像我们开车这个会自动导航那种，你到隧道里面它也可以自动给你导航，那也是要中重稀土才做出来。那我们讲隐身战机好了，隐身战机上面那层涂料就是要用乙这种元素，它喷在上面才可以吸收雷达波，才可以达到隐身战机。那美国现在这个我相信2家公司都很这个痛苦。为什么？你不要讲说 F-47得标的波音公司来讲，它 F-47它现在可以说是根本就不可能，你没有这个稀土，你根本就不可能做出来。我刚刚讲的就是很关键的军工业很重要一个元素。那另外来讲我跟你讲，其实这个是未来波音还是个小问题，更严重的是现在洛马公司，你知道，因为它的 F-35收了人家很多的订单。上千架飞机的订单，如果这时候没有这些稀土，现在已经管制，已经不运到美国去了。那你这个没有，你这个洛马公司没有这个中重稀土，你根本造不出这个 F-35，那你是不是就会有违约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中重稀土管制，那真的是像是狙击步枪，一枪打中这个川普的心脏一样，你就一枪毙命。所以说，对美国来讲，你真的是不一定获得之利，想要抵消一定的害，我觉得你是犯了战略上极大的错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我们来看一下昨天这个看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到了东协，那首先是抵达了越南川普好介意他就说你们是要来研究怎么样搞垮美国吗？然后但是呢又说我不责怪他们了，就自己又要气，然后又要谅解，就又开始独角戏了。可是人家这个出访行程早不就安排了吗？你现在还在那边讲说你是不是针对我而来那我们看到了现在目前这个中国大陆跟越南他们其实有提到了6点，也就是这些举措呢是反对单边霸凌还签了45份的合作文件，那包含了像是人工智能以及这种海关检验检疫农产品交易以及这个文化体育民生这些领域就有更多的合作呀。那还有这个我们看这个越南呢也同意使用中国的贷款，那接下来要来盖新的铁路了，所以看起来这个双方的这个铁路一旦建成的话，这个供应链往来，甚至说这个市场上面的这个通行更加的方便了。越南也不用那么担心，就是现在目前面对到这么高额的关税他感觉中国老大哥就给你靠那种感觉安全感拉满那我们看到了中越铁路现在他们的轨距就是说100多年前造的这个滇越铁路其实轨距是1000毫米也被称作这个米轨铁路，铁路的时速只有30公里那足以见得当时呢这个中越两边的往来已经蛮便捷的。不过呢现在的轨距已经是1435毫米的这个准轨铁路那所以接下来等于说对云南对于越南的开放大门会越开越大，两边的往来可以越来越多。那另外再看看这个马来西亚现在是高规格要来迎接了。他们甚至还开始播放起央视的一些节目来迎接习近平的是红旗车同样也是非常高的规格。那这个其实已经是习近平事隔12年再次访问马来西亚，也对于这个两国的交流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新的意义。那我们看一下马来西亚的外交部长，他就提到了这一次呢，就是中马应该要借此强化合作。借此是指什么呢？借此指的就是现在目前面对到关税战嘛，反而是使得这个中国大陆跟这个东协国家，特别是这一次出访的越南、马来西亚更加的紧密了。那所以他们就说这样子的贸易才会达成双赢所以他们意在言外都在跟美国讲话，跟美国说你不要一直用关税战，只会孤立你自己那这样子的一个
魅力攻势哦，其实你看到 BBC 也在讲，这个其实是习近平的魅力攻势哦，魅力外交，那也是让其他的国家可以成为他坚定的盟友，进一步来跟川普抗衡哦。那再来我们看看，其实安华呢过去也是好几次跟这个中国大陆的往来访问哦，在2023年就有2趟啊，就是3月底跟9月的时候，这个访问中国大陆。那2024年的时候，甚至他还出席了上海举行的这个中国世界，就是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所以看起来现在这个双方的这个交流啊，已经奠定非常好的基础，现在再更上一层楼。那习近平现在其实也是紧拉着东协盟友啊，不甩川普嘛，我赶快把所有大家愿意一起在经济上面往前跨步的一些伙伴们，大家一起往前走。你川普总是在那边乱啊，还一直想要等习近平的电话，恐怕是等不着了呀。那你不要说你看到这个美国的防长啊，到底对于东协有没有概念呢？被一问，简直就是交了一个白卷哦。我们看到这个参议员达克沃斯就去问他，因为他其实呢就是在派驻伊拉克的时候执行任务的时候就失去了双腿啊，他其实很了解这边的状况，他就拷问了一下这个赫格塞斯啊，那就说你知道东协是哪几国吗？结果他就答来答去答不出来是哪几国。这样子的人能够当国防部长吗？他就只讲说我们在这边跟日本、韩国、澳洲都很好。这样子的人，连东协是哪几国的人都不知道的人，却是担任着这个美国的国防部长。所以网友在吐槽啊，对啦，这个日本、澳洲之间只剩下海洋，已经没有东协的存在了嘛。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赖老师。对川普来讲，他真的是有点嫉妒了嫉妒越南怎么能够迎接习近平的到来？电话都等不到，因为他电话不但等不到，他打的时候对方也不接，然后他想到北京去访问，北京也不邀请，那他希望习近平到海福庄园来也没兴趣所以这个对川普来说，我已经用尽诸般手段我已经也用极限施压，但是中国大陆只有4个字，就是奉陪到底。那关税已经达到125了，那就没有意义了，那就是我不会再理会你的关税了。你要再升也好，你要再降也好，我都不会理会你。但是我的手段还是会继续出的也就是说，大陆的制裁美国的手段，换言之，也就是不会再从关税下手，因为125就没有意义了嘛。所以从稀土啦，从其他的地方来例如说从服务贸易、从公债开始美国政府的国债开始在卖，然后开始把美元开始抛售，然后转换成为黄金，再把黄金运回国等等的其实手段很多了，还有留学生到美国去留学要考虑一下，观光旅游再考虑一下，因为高风险区，所以这个旅行社基本上就不会组团了所以手段还是很多，牌还是继续在打。但是呢，继续在制裁你美国，没有停止。这个对川普来讲的话，已经快崩溃了嘛，因为等不到嘛，他一直在等，一直在等，然后我的极限施压都没用，结果就突然间他的海关宕机，我现在已经确定了，当天海关是故意宕机因为之后他就宣布暂不收税了这个因为收了再退很麻烦，干脆先不要收以后再补，结果就完全不要收了。对于川普来讲，他当然他会认为说这次习近平到越南去，越南这么高规格的一个接待，其实有几个事情对美国来讲他会压力的。第一个就是南海共同行为准则，在这次又谈到所以等于是要在越南这个部分再往前推。那这个对美国在菲律宾在东盟闹事，对菲律宾是不利的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就是继续在推自由贸易。那也就是说，自由贸易中越在走的时候，越南也要跟这个马来西亚，因为马来西亚是轮值国主席，他也在推中国跟东盟的自由贸易 3.0 版往上推，然后跟日本、韩国，中国跟日本、韩国也在推自由贸易，所以从10+1的 3.0 版要发展到10+3的 3.0 版。未来澳大利亚跟纽西兰欢迎有兴趣的话再加进来。这个就是 RCEP 的 3.0 版就推上去了。那以现在这个时候来说，刚好就是跟美国对抗嘛。也就是你美国搞保护主义关税，中国大陆把税一直往下降，一个再往上升，一个再往下降。
那中国跟东盟的贸易额在扩大。对，现在我们也看到了，鲁拉也非常开心嘛，鲁拉也派了他的能源部长到中国来说，哎呦，你们有2个月没有进美国的 LNG 的液化天然气了，我们巴西也有啊，我们来卖啊。然后南方共同市场已经警告米莱说，哎，你是南共体的成员国，你不能够单独的去跟美国来谈判，不然的话你就退出南共体。现在米莱也回来了，米莱也没有再跟着美国走。好，问题是您看到没有？马来西亚在越南当天给川普打电话的时候，马来西亚的总理的那个叫什么总统嘛，就应该是首相了，就打电话给越南，说我们东盟要团结在一起。我想这些都是有巧妙的安排的。对川普来讲，他当然有压力嘛。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于本币的交易去美元化，我觉得这才是重点。好，来请教苑老师。元首的访问啊，绝对没有配合什么新闻就开始做访问的，这个老早就敲定的。你想想看，这个川普原来讲的话呢，这么一个胡说八道的人的话呢，他会强调不是4月份啊、6月份啊，他想见谁啊，这那的。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觉得这3国都是有学问的了哈。柬埔寨不用讲了啊，因为从14号开始的话，就最后一站会是柬埔寨。那柬埔寨的话，跟中国关系好得不得了。那这个马来西亚的话呢，那个安华的话是一个回访啊，这个回访本身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动作啊，因为安华这个代表马来西亚的话呢，对这个中国的印象当中是属于东南亚回教国家当中最支持中国的立场，到目前为止。另外的话呢，东南亚国家当中的话呢，他们的贸易上来讲的数额是对中国是最大的，大家记清楚啊，最大的是东南亚国家，不是美国啊。所以美国本身在中国占的比例并不特别高，因为8年下来的话呢，是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啊。那越南本身的话呢，这个3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啊。第一个就是它的地缘关系啊，越南的话呢，南到北啊，或者北到那个3000多公里啊，而且都在南海附近啊。然后第二点的话，它的历史当中的话，是跟中国跟美国都是发生过战争的，这个大家都不要忘了。然后第3点的话呢，越南本身的话呢，就是一直以自己是东南亚小霸王的自诩啊，结果发觉的话呢，不管是那个老瓜啊，或者说是泰国啊什么的，还有一直延伸下去的话，都有中国的铁路啊。那么越南本身的话呢，都看不到。所以说呢，越南在目前为止的情况下的话呢，对于这个中国跟美国之间呢，它是非常尴尬的。越南跟美国之间的，在美国的贸易占了它1/3的经济啊，那这是非常重要的比例啊。那么另外的话呢，它跟中国之间的，它那个交界地处非常大啊。我是我们学校的那个越南同学会的这个指导老师啊，我曾经到过那个河内啊去演讲过啊，那边看到他们河内那边有一个夜市啊，那个夜市好大啊。夜市里面每一个人都会讲一点中文都用人民币交易啊，你就知道2国之间的关系之近啊。所以，但是这个国际的局势使得他们非常复杂。所以越南这种情况，表面上的话对美国也是认怂啊，因为他被科了46%的税。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他要面对一切的选择中，表面上的话呢是臣服，实际上的话呢就是借这个情况呢跟这个中国拉近关系，而同时的话又要强调说。就是说我们这边的话呢，要各方面签了很多的约，40几条啊，所以大家要了解这个每个国家都是很谨慎的在玩这种国际平衡的游戏，只有美国大拉拉的把这个对人家的欺负就把这个话挂在嘴边。好，来请教将军。赫格塞斯如果说是对东协不熟的话，我真的要建议他多看看我们新闻大白话尤其是说我在这边，我等一下跟你说明这个东协对你美国有多重要。其实赫格塞斯不懂。这还不是最严重的笑话。我们昨天还看到有一个叫教育部长，美国教育部长，他把 AI 说成 A1， 对，他连教育部长连什么叫做 AI 都不知道，说成 A1， 那你就知道美国这官员素质有差到什么程度。难怪之前的国安顾问这个欧布莱恩到我们台湾来，还叫我们台湾说每个人要发一把 AK-47步枪，他连就我们台湾用什么步枪武器你都不知道，你居然是美国国防部长，还可以大拉拉到台湾来骗钱。那我特别要讲，如果说是这次来讲的话，这个东协对美国有多重要？这次习近平去第一个当然就是给你美国穿鞋子嘛，难怪你这个川普会在那边讲那些酸话嘛。那你看看，如果说是那3条铁路同轨完成之外，它整个中国来讲，在东协地区，它已经就几乎都“一带一路”在这边已经部件完成。大家不要忘了，它从老挝那边还有一条铁路中泰铁路，它已经完成它泛亚大铁路的一个构建网。
因为越南以前是法国的殖民地，所以他用了轨距啊，不是标准轨。那现在统一这种轨距之后，也有中国的这种火车可以从北京一直开到河内，那都开到胡志明市，那都没有问题。那另外来讲的话，这个越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军事要港，叫做金兰湾这以前是苏联租借的这个港口，在这个金兰湾。金兰湾有多重要呢？你控制港口，几乎就是控制整个南海重要的要域。那越南也知道，他采取阻止外交，他也不把这金兰湾再租给美国或租给中国啊。他说我欢迎你们来停靠，但是你们不要在这边这个给我搞成基地那来讲，东协这边菲律宾来讲还有一个很重要，菲律宾那个叫苏比克湾距离黄岩岛只有不到200公里，只有100多公里。这个老共如果在这边摆一门这个箱型火炮来讲的话，就可以轰到你的苏比克湾。苏比克湾再往前面一点就是马尼拉，菲律宾的首都。那你美国你现在要在这边南海这边要把人家菲律宾绑上战车，对不对？去跟中国对抗，就是你国防部长你居然讲不出东协这个地方的地理军事战略位置有多重要。当然了，国防部长他不管军令这个地方的作战指挥是归太平洋这个舰队司令就是帕帕罗在指挥。但是你国防部长要了解的是军政，也就是说我代表一个政府来讲，我在这个怎么样跟一个国家，我知道它地缘战略的重要性，这是你赛格赫斯你必须要了解的。那居然你讲出这么这个离谱的话，我想说前一阵子我们看到这个他们就用群组里面把一个这个总编辑拉进来讨论，说是要用怎么样去打胡塞，三言两语的，这真的是不足为奇那我想说美国之后还有很多官员等着闹笑话给我们看。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好，川普的关税现在是不是把世界各国逼得转向啦？原本想跟你美国是盟友嘛，想不到对盟友那么狠呢，所以现在开始连欧洲都已经转向啦。现在中欧要重启这个电动车的谈判，现在替代方案有利于比亚迪，不利于特斯拉那恐怕这马斯克听到又要难受了。那但是呢，我们看看这个欧洲的就是企业高管他们就在讲说这个现在考虑要跟俄罗斯来买天然气啦。这曾几何时啊，竟然转向俄罗斯啊！俄乌战争的时候，他们不是都转去买美国的天然气吗？现在逼得他们这些欧洲的企业开始警惕美国，所以转向了要跟俄罗斯来购买，觉得相对于比较稳定啊。那他们还有讲说这个澳洲这一回也是赚到了转单潮因为本来这个美国的一些牛肉会卖到中国大陆这边去嘛，但是呢，现在开始转向这个订单转到了这个澳洲这边来，所以他们也算是喜迎转单那但是美债自己本身的危机就是持续还在扩大当中。不过美国的财长贝森特讲说，现在没有任何的证据显示主权国家在抛售美债那有必要的话可以加大回购，所以他又觉得说要安定市场的心但真的是如此吗？你看看这目前日本他们是否认的他们说不是我们卖的这是无稽之谈但是其实呢，这已经代表市场上面对于美债失去信心你光看叶伦的讲法，他就说呢，抛售美债其实是反映出来一般民间市场对于这个政策的信心危机所以这个趋势是非常令人忧心的。那英国的媒体也提到了这一场的贸易战，他说中国是有能力来应对的，而川普的关税政策是注定失败的英国的金融时报就有发表这个中国是有能力应对为题来评论其实看起来川普在赢面上面是相对较小，他是没有准备去打的这一场仗但是中国大陆早就准备了，就是从你上一任开始就准备到现在多年的这个准备来应对你。那美国现在又要征税了，征什么税？现在连他们自己国内的有钱人都变成了征税的目标。你看贝森特在讲我们现在要全力来减税，那减税的话就是要这个富人税有可能是选项之一，就是可能富人税调高，然后来给大家减税所以他们里面恐怕还有的乱了，有的闹了那我们看到了这个美国现在他们这个议员就在讲说，川普不要讲什么关税了，你只有在乱而已我们来听一听。
There is no tariff policy. It's just all chaos and corruption. That's all we have going on. And how can you believe any of these guys? What did Donald Trump tweet out all in caps? I will not back down. How many hours was that? 24 hours, 30 hours before he turned around and backed down. These guys are into chaos and into corruption. And this is the reason. 对，所以在他们眼中，你就是在乱而已嘛。的确啊，一波接一波的乱啊，现在导致呢，这个美国的订单呢，开始断崖式的暴跌啊，就是进口的订单。所以大家现在不太愿意就是卖到美国那边去了，因为呢，这关税就摆在眼前呢，这个感觉好像也很难吃得下那个关税的成本哦，所以卖家也不太愿意买单，那所以消费者就被牺牲掉了。那你看看这个。PlayStation 哦，还有这个 PS5 啊，他们现在看起来，这是 PS5 吧？那他们说现在因为欧洲版要加高50欧元哦，所以美国恐怕也要跟着涨价啊。那还有一些产业研究的分析师讲说，美国的游戏机哦，基本上至少要涨30%哦，这恐怕也会导致全球这个游戏机产业的价格要重新调整。那 iPhone 当然也是哦，所以有一些美国网友在讲说，我现在开始要飞去这个中国大陆直接自己买好了，我不要在美国这边买了。我们来听一听。The iPhone is going to go up to over $3,000. So flying to China, buy the clothes, bags, and electronics, no middleman anymore. 对，可能飞一趟价格比起这个赚这个关税都还来得省哦，所以他们干脆直接飞。那也有制造商就讲说啊，我也想要用美国制的，但是呢，比来比去价格差这么多。我们来听一下。I'll give you some very specific examples here. For my big bottle of hot sauce, I had a prototype made in China, and then I went to a fac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at specializes in this sort of thing. And I said, how much would it cost to make this exact box? It was 800% more. 800% more. But you can probably see why a 50% or even a 200 or 300% tariff would still not make me or almost any other business move to American manufacturing for these sort of products because it still doesn't make sense financially. 对，就算加上关税，都比在美国生产来的便宜哦。这就是其实美国一些这种中小企业的一个声音啊。那还有现在开始，美国的货架已经出现了这个越来越多这个清空的这种货架，就是因为很多产品已经暂停输往美国，所以消费者有钱恐怕也买不到。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赖老师。其实我觉得美国目前他们社会反映出来的讯息都很真切，也就是说。由于川普的关税一下课那么高，一下又取消，然后一下又取消一部分，一下又增加一部分，然后我们就看到那些进口商就要求那些出口商说，你要跟我一起来分担，这个关税的压力，你要把你的产品的价格往下降，什么等等的。好，那假设我因为你的压力，我也把产品价格往下降，结果一出去以后到你那边的时候，就是又不课了，那你这个钱要还给我还是不要还？这个都有太多的变数。对，另外还有我们所看到的就是我的产品出去了，结果呢，你川普突然间宣布课关税，可是他在海上跑了。那理论上讲，就是按照中国大陆的规定，是你已经出关的，我就不会再课你关税了。但是问题就在川普不是哦，进关的就要给关税，所以美国的进口商就哇哇叫嘛，就是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做？那这样的话，他就喊停订单，像我们台湾很多做水龙头的就被美国的进口商说，先暂时不要生产。那你暂时不要生产，那我帮你准备的料，我本来就是预计每一年都有这样的一个稳定的供货，我现在变成我这个料件怎么办？我已经花钱买了，然后我的已经做出来了。对不起啊，那你美国再给我下订单，我怀疑我不干了，我干脆转别的订单。这样的一个折腾了以后，事实上确实有很多的厂商干脆放弃美国的市场，开始寻找别的国家的市场，而不是世界那么大，并不是就美国这么一个国家的市场。另外我觉得目前来讲，小红书它有一些讯息在美国流传，而且这流传的速度是蛮大的。他是这样说的，他们去访问了很多的这些，而且有些是这些原来的代工厂他们自己流出来的，就是说我们做的这个
例如说这个健身瑜伽裤，我们工厂出的时候，例如说才5块美元，到了你的美国的时候，可能要300块美元啊，或者是要200块美元。那因此呢，你如果到我们这边来买，那就便宜很多了。那我们现在看到，在美国，他们现在已经开始有人就开始计算了，说那中国大陆又突然间宣布，也就是北上广深等有6个省，直接可以办退税11%。好，那就很多人就算说，哎呦，关税那么的对中国大陆关税那么的高，我们也买不到货，但是也没有别的替代品。美国的厂商也不能供应，但是我又需要，可是我就买一个家，就干脆利用周末不是利用一个假期到中国大陆来玩那么一趟，我跟我社区里面大家东西都买，然后跟工厂批货买完了以后，直接就一个人可以领2个箱子嘛，然后就我如果一家4口来就可以领8个箱子，如果再加一个 baby 婴儿就10个箱子，10个箱子装得满满的就回去了，结果还赚，旅费还省下来，这是可以核算的而且大陆又免签证就是又可以直接来往，以后签证费也不用了，所以他就算一下机票费、旅馆费，光旅游完了以后，这些买完回来回到美国再卖给这些社区里面的人，搞不好那个整个旅费还赚回来。有跑单帮了，但是他不跑单帮，可是呢，他们就整个社区大家轮流来到中国大陆来买，那这样的话，干脆就解决了这个叫做蚂蚁雄兵嘛，3亿多美国人民。只要有5000多万人，大家轮流到中国来玩，一方面增加你旅游，2方面增加那个航空业的收入，然后3方面大家又省钱，然后你美国的关税又扣不到，特朗普就坐在那边说，财政部部长，我的关税荷包现在扣的怎么样？那钱袋子有多少钱呢？他说没有钱了，为什么？因为中国的产品都没有进来。可是我到处看到这中国的商品啦，他们用蚂蚁搬家的方法，每个人都搬一点，反正有5000万的美国人在搬家，都把中国的产品搬过来就可以了。还不错啊！我是觉得这个建议还不错，小红书多看一点，我想给美国很多朋友一个很多的启示啊。好了，文渊老师。我先跟大家强调一下那个耶伦讲的话是对的那个贝森特讲的话呢刚好是相反的，因为美国债市的危机出现了一个，就是它什么叫殖利率飙高因为美国为什么看起来这么有钱？因为美国具有美元的铸币权就是它可以乱印可以乱借钱就在这种方式，美债的话呢欠得非常可怕36万亿的时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但是最近的话呢，殖利率飙高的原因就是出现2方面。第一个，耶伦讲得很对这是一个趋势，这正好就是市场的机制。市场的机制就是透过这种趋势来讲，因为说市场里面就讲求了供给跟需求，所以大家可以了解到美国的债就是没人要。然后第二点的话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美债的话呢，买主是没有实名制的，所以只能够猜就是说大家都知道中国日本英国这些都是甚至包含台湾的话呢，就是外汇存底高的买美债的可能也不低，但是没有人知道到底是谁买的谁卖的，这是一个自由的市场，但这个市场里面展现出来的唯一的结果，就是你的殖利率上涨或是下跌，就能够判断有没有人要这个美债。因为美债的话呢，一直不断的是像那个庞氏骗局一样这个拆东墙补西墙，所以造成这个结果。那么所以导致于说，耶伦讲的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事情，这个大家讲的非常多。可是的话呢，美国自己的话也非常担忧，因为这个美债的关系，所以说这个川普才会前几天讲突然又不争了，然后听到这个习大大跑到了这个越南去，又突然要争了，就这反复不上。然后第二件事情，我觉得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这Financial Times的话呢，很少说中国好话，但是说中国这次一定会赢的话呢，的最主要原因的话呢，就是我们常常会讲一个团结的中国大陆面对一个分裂的美国。美国有3方面的分裂，美国第一个，它内阁里面就有那个马斯克跟那个纳瓦罗之间的这个对抗包含贝森特什么的，然后他自己呢，美国人民呢到处都有上千件的反对这个川普的这种抗议示威，还有最严重，刚刚那个沃伦讲的，就是沃伦讲的话，其实说良心话，民主党讲的话呢是少数是非常具有远见的，就是说川普根本就没有政策，
他根本就没有关税政策，他有的只是会极限施压，然后他表现出来的态度啊，只会说是用很难听的话来讲所有对他臣服的人，就说他表现出来的美国这个精神跟我们平常认识的美国都完全不一样。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家可以知道一件非常明显的事情，就是说一个分裂的美国它能够撑多久？当然我不像沃伦讲的那么明白，说最多撑30个小时，但是我知道30个小时川普就会变一次。川普能够有变的机会，是因为很多人除了中国大陆以外，对于美国还抱有这么一点点的希望。比如说叫欧洲人完全放弃美国很困难啊！我跟我同事在聊的时候，他们都会觉得说，目前到这手足无措，也不晓得该跟谁的时候。但是大家要了解一件事情，中国本身开了第一枪，这一枪的话呢，马上有加拿大跟着，加拿大非常非常严重。我马卡内讲说，跟美国之间都不要共享任何军事，而且我觉得他讲的一句话非常有道理啊，就是说如果美国不要当这个领袖的话呢，我们加拿大人愿意啊。就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欧洲啊、东南亚啊、拉丁美洲啊这些国家的话呢，都会陆陆续续朝这方向来讲。所以我觉得团结的中国大陆面对一个分裂的美国，这个结果是可以预期的。好，请教将军。我觉得美国现在来讲最危险是美债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中间这个讲的美债的危机。这个其实股市川普根本不在意，为什么呢？因为美国买股票的人只有一半的人数，50%有在买股票，只有有钱人买股票了，一般的中下老百姓没有钱买股票。这50%里面，大概只有12%的人掌握了80%的股票，另外38%只是小玩一下，只掌握20%的股票。所以股市的涨跌其实我说川普其实根本不在乎，他在乎的是这个债市，你知道债市就非常可怕。但是为什么现在到底大家都在猜，到底是谁在抛美债又说中国，又说日本。其实日本不敢抛了，政府绝对不敢抛了。他抛了不是就得罪了美国大哥吗？得罪川普，我觉得这个时候他不敢抛。那到底谁在抛？我跟你讲日本大妈在抛。为什么？日本大妈那时候这个美元对日元还有150几的时候，他去无息跟日本政府借了很多的美元来，然后拿了这些美元。拿了这些日元，去跟银行借日元去换了美元，然后拿这些美元去买美债，然后美债那时候大概好歹有个2%、3%的利息嘛，总比我把钱这个不借白不借，这个空手套白狼啊，用这种方式来套。但是你知道，尤其是这些所谓对冲基金，它又不是说一笔钱而已他拿了美债再去质押，然后再去换更多的美元，拿更多美元再去换美债，这种杠杆操作到60倍以上，甚至到100倍，这就是所谓对冲基金。也就是说，你借1万块钱的，拿1万块钱美元来讲，你几乎可以操作到60万美元的这种债市。好，这下子好了，那这下子这个日币一升值到今天好像说到142吧，你知道他又亏了，你知道吗？日本那些大妈就亏了，因为他这个是跟日本银行借钱，他还是要还日本银行啊。我原来借的时候是这个一日元可以去。152日元可以去换1美元，那现在来讲，我把这个美元回来以后，我只剩下142块，我就亏了，所以赶快把这个美债抛掉，然后换回日元，就把这个银行的钱还掉。所以这一番操作下来讲的话，再加上对冲基金再加上政府来讲，当美债短时间之内就面临很大一个崩盘的危机，尤其是说美国光今年就要还的美债到期的美债，你一定要还给人家嘛，你那等于跟人家借的钱，当时间到你就要还，不然的话你美债就信用就破产了。那今年来讲，有将近9兆的美债要兑现要还，然后6月份就有6兆，所以他现在很急啊，急着干嘛？他要去发更多的这种新的美债来还旧债那发新债来讲的话，问题是说大家都在卖，那你新债来讲，你利率一定不好嘛。所以我们看到美债利息这个30年长利率的高到飙高到5%，就是这个原因。那5%来讲的话，你36兆美金的美债来讲的话，你看看36%，你要多光这个利息你就负担不过来了。